台湾观众在关注乌克兰的最新处境的时候，特别有既视感，因为乌克兰的今天会不会变成台湾的明天？最新的几个消息，包括普京说要乘胜追击，他正在达成战争的目标，当初发动起战争想要的目的，通通几乎正逐步实现当中。而普京、川普对话呢，已经这个礼拜又要进行第2次啊。克里姆林宫还特别赞扬这2位都是非凡的总统，最近进行了充满希望的对话。他也誓言永远不会放弃已经占领的乌克兰东部领土。如果说俄罗斯、美国都充满了希望，那乌克兰呢？只能说没有希望吗？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又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每一次都讲最大规模了。那这一次是有267架的无人机去攻击了乌克兰。他认为这个是在让我们的人民每天都活在空中的恐怖攻击里头，在 X 上面发文。但更恐怖的还不只是这个无人机的攻击，还有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其中俄罗斯外长说，传出来将访土耳其，未来拉夫罗夫俄美来决定乌克兰战争如何结束，条件是什么？而泽连斯基只能照单全收吗？那泽连斯基说，他现在随时可以下台啦，因为前面美国要求的条件之一，就是因为他是独裁者，不合法的政权所以要求他下台。他说，如果是我离职可以让国家和平的话，随时准备辞去总统的职务，拿我换加入北约很划算。你看他每一次讲了一个前提之后，后面有个要件，就是说，好，那我要乌克兰可以加入北约，怎么可能？就是你要辞职的条件要加入北约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包括了过去曾经财政部长从美国飞来要跟泽连斯基见面谈矿产协议，当时泽连斯基给他脸色看也不肯签，结果现在被说叫做骂川普骂错了吗？因抵抗之后的结果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现在进一步的条件协议里头，除了要求乌克兰矿场1半的利润，还要求成立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反正还要由基辅政府来存钱进去了，那至少要到新台币美金5000亿嘛，新台币16.4兆。那这种各种的收益，连港口啊、油品啊、矿物啊，所有的收益通通都要归给美国来控管的这种状况，被泽连斯基说这个不会让10代乌克兰人买单。但现在这种高额的代价，只有一直必须要付下去而已，怎么办？那一度呢，他也说要签的啦那现在又还在考虑有没有安全保障可以换得到啦，想要再想办法调整内容啊，引起了川普政府很多的批评。他表态反对川普说要求以乌克兰这种让10个世代人乌克兰要扛这样的代价。不要忘记，现在乌克兰现在是百废待举，这个战争产生就已经让乌克兰10个世代都没有办法恢复当年的荣景的时候，还要扛给美国的这个保护费吗？那接下来的命运如何，可以想见所以连欧洲现在也在一个担心的状况之下，看看后续的几个消息，包括法国总统马克宏跟英国首相下周分别要到美国去访问，那试图说服川普不要这么软要一切不要只是跟俄罗斯合作而已仓促达成的停火协议会造成后患无穷。那但是美国会听吗？川普会在乎吗？也没有欧洲可以参与的余地但德国的最新大选结果出炉了，德国保守派在野党领袖梅尔兹理论上呼声即将要阻隔了，因为在现任的政党的得票率只轮到了第3名，所以他说美国跟欧洲关系因为乌克兰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议题很紧张，他认为欧洲必须快速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就不用靠美国了。一旦不靠美国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独立。俄乌战争3周年，真的是不胜唏嘘。布鲁塞尔这里出现了挺乌的集会，他们说拒绝羞辱式的和平，尤其是要求武装乌克兰拒绝被排除谈判等等。问题是这些抗议有用吗？现在过去在欧洲这些领袖们，包括美国喊的所谓的民主联盟或乌克兰人的自由跟自主，现在川普不在乎，川普只要求他看能交出多少钱来换取美国跟俄罗斯谈出来的条件亮哥，我觉得乌克兰现在处境真的非常悲惨等于是美国跟俄罗斯双方施压美国就是逼他上谈判桌，俄罗斯就直接动武，他还在进攻，就是你不赶快签，那你可能会失去更多领土
所以那个就是一种威慑嘛。所以你赶快签啊，不然未来你会更惨。而且川普据了解，大概3天前，美国的军援就全部停止了。那甚至川普为了要逼泽伦斯基签这个矿产协议，还威胁不让他使用星链。不能使用星链，那麻烦就大了。他很多地方不能上网啊，搞不好连无人机都不能使用因为有一些是跟网络有关。所以我觉得这里，你说那个泽连斯基能撑多久啦？2个世界上的大国这样压着他一个逼你签矿产协议，那川普也想的，这有点天真啊，他就说你只要跟我签矿产协议，那到时候美国的厂商要去采矿，就会有保安公司前去做保护嘛，那个保安公司都是退役军人，那就形同美军进入乌克兰，那俄罗斯就不敢打你了啦。怎么可能？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跟你签什么安全保障协议啦，不要什么共同防御啦，或者北约啦，或者去寄望德国、法国进场啊，英国进场。他说你不要去想那些啦，你矿产协议跟我签了，我进来采矿，我们的保安公司就会进来，民间的保全保护你啦。然后俄罗斯就会看在好歹也是美国退伍军人嘛，所以他就不会打你了。那这个坦白讲，连你听了都在觉得好笑，对不对？3岁小孩都没办法接受。泽连斯基当然也不能接受可是问题是，川普的方案就是这样，那你怎么办？没有转圜，不就是你接下来怎么办嘛？对啊，川普有几个杀招啦，第一个就断军援，那第二个就断金援，搞不好你连薪水都付不出来啊！我讲的是军人的军饷，这个很严重哦。我跟你讲，士兵如果领不到薪水，会出问题的那还有一个更杀招，他说你们为什么都不改选？你根本就是个违宪的总统因为乌克兰的竞选时间是去年3月，那泽伦斯基就一直用戒严法给人家耗着嘛这个合理吗？这个坦白讲有争议啦，因为他用戒严法那目前有一个人民调明显比泽伦斯基要高，泽伦斯基民调大概是52，那前指挥部队的那个指挥官乌克兰部队不是有个指挥官被泽连斯基 fire 吗？那个人民调72，我认为美国不排除把那个人抓回来取代泽连斯基，所以我跟你讲，他的压力真的非常大。然后俄国就一直打，俄罗斯就继续打，你不上桌，你就失去更多领土。目前就是这样，2个大国交相施压啦，那欧洲也使不上力，这样。没有选择的泽伦斯基，目前就是这样。对，但大使看起来泽伦斯基的喊话其实都还蛮硬中带软，然后或者是假装软，但是后面有一些条件是办不到的，然后拒绝，然后呢怎么办？就在国际政治里，你讲话你要有实力啊，你没有实力，你讲超出实力的话，人家觉得你是疯子嘛，对。那所以他讲的话只有新闻价值，在实际上处理俄乌关系处理现在的美乌关系来讲是一点作用都不会起的，对。因为在美国眼里上，泽伦斯基就是在下面讨饭的一个乞丐而已对，确实也是他是丐帮帮主嘛。我们以前很早就说他是丐帮帮主他认为他是帮西方国家来对抗俄罗斯。你傻瓜，你全世界最笨的一个人对不对？你用你的老百姓，你不在乎你老百姓的人命嘛？你不在乎你的自己的国土的这些这个完整嘛？对不对？你要扮演这个角色，你又没有钱，你又没有枪，你要扮演这个角色，那就是跟人家乞讨什么要钱要枪嘛。对，所以从美国开始，我今天真的说的就是稍微重一点的话，真的在川普眼里，泽伦斯基就是一个像小偷一样的丐帮帮主而已。对，靠美国人混饭吃的，还偷美国人的钱，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自己搞不清楚。泽伦斯基，川普已经跟他讲了，讲说你自己讲，我们给你的钱大部分都不见了。
那美国还没有跟你要钱算账，还没跟你算账啊。川普下令要做审计，要审计啊。然后他说他现在要延续这个战争，就是因为他想继续用非法的方式在这里面混水摸鱼，搞自己的怎么样利益嘛。然后他是没有经过选举的独裁者。那基本上，事实上，今天川普说要这个泽伦斯要乌克兰的这个怎么讲？这个矿产资源是泽伦斯基自己讲的。谁有这概念？一开始是他讲。去年10月15号，他不是大张旗鼓到全世界说，我有一个胜利计划，对不对？我告诉你，胜利计划的第3点，他说，乌克兰与美国、欧洲联盟和其他没有列出的盟友应该签署协议，允许联合展开联合投资，以开发乌克兰数以兆计美元的乌克兰天然资源。哇！他自己提，然后就被发现了。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啊。但欧洲就没份，就美国自己来了。没有，欧洲老早就已经拿到他应该有的啊。所以川普讲说，欧洲的1000亿的援助，通通是有保证的，有 guarantee 的。是。美国就是因为出现一个拜登那个 Sleepy Joe， 他没有把美国给乌克兰的钱寻求任何的担保，所以川普现在是说，欧洲都有担保，欧洲都是贷款，你都要抵押品的，你要还的。只有美国没跟，所以现在要讲去，而且是你要拿出欧洲，你乌克兰的这些矿产资源是你乌克兰自己讲的、啊，泽伦斯基不要这样装傻了，是你自己的提案，你现在不承认。他一讲川普说，他只讲了川普，还没有说川普是老番颠呐，他只是说川普啊，他活在一个错误假讯息的空间里面，川普立刻就警告他，然后呢，美国副总统也警告他。美国国安局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也出来警告他，川普是跟你这样讲的、啊。现在说实话，我跟你讲啊，泽伦斯基啊，最后下场是什么？我现在真的对他不乐观了。下台之后，恐怕还会追究各种刑事责任都有可能。对，哦，对，戴老师，如果马斯克的审计啊，那查出有贪污腐败的话，那就身败名裂了嘛。啊，这是第一个，那就必须要下台了。以现在美国停止援助，然后欧洲也都在观察，我觉得俄国加强的攻势，所以对乌克兰在战场中的情况真的是很不利。有关于矿产的一个协议，马斯克他否认了，但是路特社是坚持说有什么呢？说马斯克有威胁这个泽连斯基，必要的时候就关掉星链，一旦没有星链，这个整个俄乌的战争，乌克兰是打不下去了，因为他的无人机基本上都要靠星链，它跟北约的连结都是靠星链，还有它的炮兵跟它的这些火箭军它的一个武器的发射到前线去的话，它的精准度完全是靠星链，没有的话一切都没有用，甚至包括后勤，包括后方他们的交通生活秩序都会大乱。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它已经是关键的一个致命伤。那我们看的就是如果这个泽连斯基硬不妥协、硬不屈服的话，那不排除他减弱的讯号，只要减弱或是时而开、时而中断，这影响就十分巨大了啊！因为一关，这整个战局就改变，然后又开，我也不承认，也不否认。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我觉得，因为在今天礼拜一，在美国华盛顿的时间，因为法国的总统跟英国的首相都连夜的搭飞机到华盛顿去，要跟川普见面，谈有关于美国的提案的问题。乌克兰有提案，现在美国要求他要撤掉提案，然后美国自己提了一个方案，而这个方案是现在美国要求说安理会要在9点，就是华盛顿时间的9点然后要开始审议。可是大会是10点开始，所以等于是有决策权的安理会，如果同意美国的方案，而且他们要求把乌克兰的方案整个拿掉，现在是逼的法国跟英国要同意，因为美国跟俄罗斯一定会投下赞成票，中国也有很可能会投下赞成票，而只剩下英国跟法国。如果英法两国他投下否决票，等于是公然的跟美国就叫板了。如果他也投下赞成票的话，那你英国的首相跟法国的总统跑去川普那边找他谈，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那是公然的羞辱这2个欧洲大国的领导人。
就看看去见了这场面鲍会面。勃可以否决权啊。他有这个勇气吗？那不是就公然羞辱吗？那他如果投下弃权票，投下那个赞成票的话，那不是脸丢光了吗？就怕碰了一鼻子灰又回来了。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2.0当然一上任，最重要除了移民之外，对内的部分啦，就是要砍人。那在这个瘦身计划里头，一步一步越来越多可以看到的措施。回国满月，川普告诉大家说，现在在做的是深层政府的改革，要挑战过去美国这个大裁员，有太多冗员，必须要把政府从这些人手上解放出来。那因为他要求马斯克再积极一点，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发了一封 mail， 要大家在时间之内啊，赶快回复，只要不回信，他就要把人家全部开除。你不回信，等于写出你的5大的对工作的贡献，否则就视同自己被请辞了的概念。结果 FBI 昨天亮哥就在我们节目上讲说 ，FBI 局长直接要大家都不用回信，还不止如此那大家都不回信，还包括了国防部国土安全部教育部、商务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这么多的机构。主管都叫员工不要回复，暂时不应该回复，等待进一步的指示。问题是，如果真的大家都这样做，也就没问题。如果真的只有部分的人听从，到底要听谁的？有些人回信，有些人没回信，就看马斯克是不是真的硬干，就把这些人没回信就全部开除。那 FBI 如果全部没回信，就全部没了吗？那马斯克回应说，这封邮件呢，只是一次基本的状况检查而已。所以某些政府机构竟然认为这样的要求太过分，怎么回事？因为这在企业它是习以为常，就是这样干的。不管要怎么裁员或所有的公司组织，他就是要求员工秒回邮件，这是他的风格。所以强迫回报工作绩效这个做法，很多联邦机构建议员工抵制。他说都是说不负责任而且幼稚，说不定还有司法大战可以再打下去。有没有办法即刻像解散民间组织这么的容易？还有的瞧。但川普呢，继续在大的政策上，除了跟普京眉来眼去，正在合作，跟中国大陆呢，现在看起来又有一些中国抗中的政策持续进行，包括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造船舶收港口费等等的。就要求这个对外的贸易代表署中国制造的船舶这些都停靠的时候也要收钱，或者是一些船只的制造之后，它有非常多的关税提高之外，也希望7年后可以达到15%出口产品都由美国籍的船只来运送，要排除掉中国籍的船只。而对于这各种的船只要采限制措施呢，中国大陆是直接批滥用301调查，一定会用各种的手段来捍卫自身的权益。关税大刀一直砍啊砍，有没有办法会对于真的中国的制造业产生影响呢？各种的威胁可能恶化呀。负责出口业务的工厂生产经理说，他对未来仍然相当乐观。美国不可能自己生产服装，因为整个制造业的供应链早就已经外移的情况之下，它怎么拉回来呢？所以加工产业的前景仍然相对的有信心。而外交部长王毅他说，单边制裁必将反噬自身，因为呢，他说要以大团结破击小圈子。小圈子现在是谁？川普自己吗？还是川普跟俄罗斯？脱钩断链，断的是它叫做机遇。好巧，刚好我们赖总统最近也用了这个字，因川普现在反而是最好的机遇。好，小院高墙封的是自己，打贸易战不得人心，搞单边制裁必将反噬自身。看起来中国是硬起来，没有要随之起舞，也没有像英法赶快跑去跟他通话配合相关政策吗？各种的科技大战也是一个关键。当美英拒签联合声明在 AI 这个领域里，会不会有一种华府伦敦携手缺席的各种国际合作的模式呢？现在变成 DeepSeek 成功，中国大陆填补留下来的各种领域的主导权跟空间吗？那或者是韩媒报道的韩国半导体的关键技术被大陆完全反超，2年而已的时间，对于各国来讲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晶片大战，美国越党，中国大陆是不是已经起飞到足以全面对抗？任正非认为，华为已经自给率高达70%了。这个启动的备胎计划，因为被围堵不准买晶片嘛，预计会联合大陆国内有2000家的企业。
共同打造包括半导体啦、软体啦这些关键领域的生态系统。目标2028就可以实现华为全产业链的自主化率超过70%的话，就不再受制于其他的国家，甚至现在在大陆最夯，当然啦，超过30%岗位的年薪超过50万人民币，年薪50万人民币耶的陆媒说，人工智慧行业。机器人啊 ，AI 啊，产业都开始抢人，在各种抢人、抢技术起飞的阶段呢，当然在美中竞争跟竞合对抗里头，现在美国这种砍人的做法优先，那又有多少的竞争力？亮哥，那个《金融时报》刚公布川普的民调哈，川普的满意度只有47，是历来总统第一个月民调最低的。那不满意的有48，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通膨，不是因为裁员哦，这个不要搞错了。事实上，反浪费、反腐败、裁员，老百姓是支持的啊。可是这个，我认为它的后果正在慢慢出现，就是联邦政府有很多员工开始怠惰，就你要搞我不作为嘛，那我就无作为啊。消极抵抗。而且这个东西最麻烦的是。比如说，最近美国有很多航空的管理都出了问题，我认为这个连军方都是这个搞不好也有关系耶。而且你这个如果在扩及军方、情治单位、CIA、FBI， 系统化的摆烂。我跟你讲，摆烂有2种，一个就是我就摆烂啊，另外一种是我爆料，他就会无限丑闻，会受不了。我跟你讲，联邦政府没有那么好处理啦。这个你叫一个马斯克来用个人工智能，就噼里啪啦砍，用那么开3刀这样砍。他把这个行政看得太简单了啦。这个介大使当过公务员当那么久，他很了解。联邦政府如果可以这样改革，妈早就改好了。你现在只有1个月，我跟你讲，那个反弹会慢慢出来。比如说鸡蛋这个问题。鸡蛋农业部为什么不能处理？那他现在的那个白宫发言人那个小票票，他就说，拜登杀了1亿只鸡啊，30%的鸡都被他杀了，我们有没有办法？1个月人家就忍了啦，2个月了。这个鸡蛋贵到10个要9块美金呢，还买不到啊。对啊，所以我说，川普真的就是为什么急着俄乌战争要结束？因为希望国际油价赶快跌嘛，他现在找不到一个可以让物价下跌的重要的动力。油价下跌是最快的不然他的通膨真的就是因为这一个，因为马斯克政府效率部民调还不错啊，可是川普民调只有47那我认为会越来越不好。所以他怪不得他会急啦。是，当时美国这种大开大合企业式，直接砍联邦政府的做法，现在面临的，因为上次 CBS 2个礼拜前的民调，他还有51的支持度现在已经满月47了哟，这可能还有很多变数在其中。我觉得川普那个打击面太广哈，他最近在他的那个就是说 CAPC 保守政治行动联盟这个大会里面他讲了1个小时20分钟。他开始就对他自己的所谓那个打击深层次政府中，他现在在怎么解放美国嘛，把那美国从这个深层政府里面，从哪一些深层政府什么，就是腐败的官僚。他这个腐败官僚，他没有讲清楚，好像只要是官僚都很腐败的样子，你知道？所以这个就会一定激起公愤啊，众怒难犯。那他自己也知道，他的第1任的时候，他曾经就说：“哎呀，美国军方贪腐严重啊，他所以派一个这个稽查小组到阿富汗去查美军的账。”结果他也自己讲了，他说连续2个稽查小组，奇怪，直升机都自动失事，人都摔死了，摔掉2架，对不对？所以马斯克也知道啊，马斯克不是说他遗嘱已经立了吗？对不对？然后呢？可是问题，这些人玩的乐此不疲。你知道马斯克在这个 CPAC 的会议上里面，他出场的时候，下面一大堆这个掌声，然后他蹦蹦跳出来还在一面跳舞最后那个主持人跟他说：“我今天有个特别来宾，他特别欢迎你，他很欣赏你。”你猜是谁出来？米莱
阿根廷总统对啊从后来出来送他电锯，然后拿一个大电锯，送给他。哇，到处对就表示说你反正就专砍的。米莱就是说他这个机构也要砍，那个也要砍，那个也要砍。结果呢，那个米莱就把他的这个神圣的电锯当场交给这个交给马斯克，马斯克也拿那个电锯挥舞哦，得意啊，对，这么得意的话，那你想想看，一个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公务人员，对不对？他家里有8口人要养，每个月等那个薪水，分尸了。结果突然在家里接到他一封信，说你不要来上班了。哇，他走投无路啊，真的会让直升机再摔一架。所以就变成川普这种做法，真的就是不了解他的历史感太差。其实他最近要查美国的这个金库嘛，对不对？对。那我们就要开玩笑，我说哇塞，他要小心哦，小心那个金库会失火，对不对？以前这个粮仓，电影都演过。以前那个时候就是溥仪下台以后，那些小太监就偷了很多这些库房都拿去卖。结果溥仪大怒说：“我要查，现在要怎么到仓库去查？”结果前一天整个仓库就失火。你慢慢查吧。烧了一地。马斯克说他要进金库开直播，所以我现在很怕美国的那个金库，搞不好又突然失火，被炸弹炸了。金疙瘩。我觉得就变成其实干公务员的人老公务员都有一句话，当然这个是少部分人，他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所以政策有时候抵不过对策，所以就变成有时候，即使你的利益是甚善，你想要找一些蛀虫、贪官污吏那你要有办法。这种全面性的这种大屠杀的方式事实上一定会有问题的。所以美国现在在比时间，就说谁活得久。你今天就是说你川普要整这个整那个，大家就要看你中国大陆就要看说。看你川普能够拖3个月还是半年，或者1年以后你再来跟我看，你还有没有什么底气跟我讲话？就这样。的确内部的状况还很不明哦。那所以对中的这些政策看起来也不像他就任之前那么硬啊。川普只剩下3年多就要下台了，只剩下3年。不是3年多，是算正面思考吗？可是他的船那么大那你造一艘船要多少时间还是要一段时间嘛。那并不是每一家的船公司的所有的船都要停靠美国的港口可能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船，那已经造出来还是可以船嘛那你新的才是不能靠。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不会对美国的造船工业有所帮助而且每个船公司他自己会调配他的船去怎么运转就反正就是如果大陆造的船，我就不要停靠到你美国港口，那这个效果就不大，所以对美国的造船业影响不大。帮助不大，那对中国大陆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可是我个人认为，那大陆如果也宣布反制措施，对于以后造的波音停靠中国的机场、港口、机场都要收税，以后造的波音那很多国家可能就会考虑我只要我的货机或者什么要飞中国的，那我就不能用波音，那这个影响就大了，因为这样对于空巴。就帮助就很大，对大陆的 C919 的帮助可能就很大。我个人认为川普的这个团队他们的脑袋里面真的脑容量要再扩大一点因为不扩大一点，他到时候真的很麻烦因为飞机的制造速度是快的，船的制造速度是慢的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科技，我觉得韩国这个部分里面他们是严肃面对。为什么？他们由科学院里面邀请了39位专家来去做评估。而这些专家是想要因为他们想要知道确实状况怎么样。结果他们很惊讶的是，2022年2年前，他们认为大陆的半导体都落后于中国大陆。2年后，他们的评估3个标准，3个领域都认为超过了。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子，他们已经很悲观的认为大陆会超过的距离会越来越大。可是台积电呢？我们台湾呢？台湾有没有这么的客观想要知道现实的状况如何？有没有去真正的评估台湾跟大陆之间我们领先还到底多少年？因为大陆的速度实在是太惊人了，短短2年把整个韩国翻过来，而韩国落后台积电才多少年？也就是说，韩国落后台湾的半导体才多少年？那如果大陆能够已经超过韩国，
它离台湾也不会太远了。那所以当时台积电说还落后5年以上，我觉得可能性就不能这样评估了，说不定就2、3年而已啊。那2、3年它全面性的超越之后，那台湾的连半导体的。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最新国际以及国内议题的来宾，亮哥待会儿马上赶到，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大使。浅秋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我们知道大开大合啊，说是拿着这个电锯啊，马斯克在锯自己美国所有联邦的组织啊，其中有一个组织被开闸，这个叫做援助国外的 USAID， 直接先前我们就知道要砍，但现在直接宣布有1600人被炒，直接进入休假，这份公文流了出来。而路透社在 CBS 取得了一份给这个员工的电邮，里面还提到啊，华府瘦身辞退的员工。除非有特定的重要功能，不知道是什么，或者是领导阶层还不受这次影响，否则接下来恐怕还会继续来做，因为有一些海外自愿返国的员工，才是他们真正很多花费很多的地方啊。援助国外，美国的博弈布局资料一曝光出来，可就多了哦。也就是说，美国在影响其他国家的政局、选举，或是国家的选民的意向。太多了，这是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国家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啦、国家民主基金会啊，都是一曝光起来，内容通通来自于美国政府的资金。那以乌克兰来讲现在处境这么的惨，2004年就曾经因为总统选举的争议，出来选上的人不是美国支持的候选人，他就用另外一种出口民调组织的这个资源，就说这个是贿选，这个是造假、舞弊，最后爆发了橙色革命，或者是2014年乌克兰内部呢有一个因亲欧美而亲俄国的路线的争议，最后发生了广场革命，这也跟美国所资助的机构有关系。这已经是族繁不及备载，全球都有美国这个组织资金介入，包括了台湾的斑斑的例子哦。这个例子影响到了我们的沈伯洋大立委啊，黑熊也有关系吗？马斯克说要杀国内的蛀虫啊，砍到了沈伯洋也曾经担任过执行长的组织。这个美国富豪所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哦，透过美国这个开发署计划的补助包括了台湾民主实验室。这个组织挺耳熟的，前执行长就是沈伯洋委员，他现在还是里面的理事哦。根据这个公开资料显示，从2020年开始，这个实验室历年接受的补助，2020就有$199,000，2022都分别都有资助，收到的赞助134万，高达新台币4425万。所以这么多的组织要符合美国的心意，在台湾的政局所产生的影响，也就可以想象了哦。这个智库拿过的组织被美国的资助算不算？我们把法条拿来算一算呢？因为这样有没有违法？国安法直接规定的第2条明定，任何人不得为外国大陆地区或者其他什么香港、澳门呢，常常拿这个国安法来去抓我们到大陆去的里长。还是我们的谁都被说有怀疑大陆中共同路人，然后呢，如果这个外国变成了美国呢，拿这个补助跟资助来影响台湾的政局的时候，哇，那是做得好做得妙吗？要不要也查一查呢？而美国现在对台湾的态度还没有到明确管到台湾这个地方的阶段，但是在卢比欧这个国务卿里头，他的各种谈话在媒体上引起了台湾动不动包括外交部长林佳龙会很关注嘛，来引用嘛，但他2种论述跟矛盾都存在，包括他公开受访的时候讲华府不寻求在台湾海峡引发冲突，也不愿意看到冲突，反对任何形式的武力威胁或胁迫改变现状。但同时他也说，美国不会活在由中国所主宰的印太里面，那么既然华府必须跟北京建立关系，所以就不会由中国大陆直接去主宰，他不会放弃在美国的这个禁足的印太的各种的影响力里头，所以这种两相矛盾对于台湾的态度，当然也还很有待观察啦。南海呢这2天倒是冲突频仍哦，有一点这个火药味越来越升高的迹象，包括了菲律宾光是3天之内呢，就有2次闯到了中国大陆的领空。
黄岩岛、南沙群岛这附近的空域。中方表示呢，他们多次给予警告，但是菲律宾方面仍然定义叫做一直继续前进，甚至把飞行高度拉到同样的高度来对峙。那小马哥是政府的挑衅，被中方认为是在加剧当中的。同时，因为有这样的对峙哦，特别找了日本的国防部长一起去参观当地的军事设施吗？这个他谴责中国解放军之外，海军直升机18日还针对菲律宾公务飞机的危险操作斥责，说是中国大陆不尊重国际法，而且指称对方是不是可靠的世界公民。哇！所以对方的反应什么呢？中国大陆可是硬着回应了。中国不但继续动用更多的武力，包括了翼龙10。然后这个是很大型的，重量超过3吨的无人机，航行可以到达4000公里，同时还搭配了其他的这个战机，在现场对这个对方所提出来的直9直升机啊，来加以应应了哦，所以反而让对方更反将了一军吗？对方的对峙呢，碰到这么大的军武的反弹，很紧张了。那包括澳洲也一样，今天倒是大陆国防部公开了回应了。昨天我们看到澳洲国防部的新闻稿说，质疑说不是这个军演还发射这个武器等等的演习呢，违反了国际的规范。但是大陆国防部发言人特别强调，这个都是在公海所举行完全合法的情况，认为对方的是无理的指责，甚至恶意的炒作。亮哥，我们先从最新要这个 USAID 的预算跟人员直接1600人走人，来看看美国现在的政策。USAID 总预算400多亿美金哦，相当于台币1兆多啊。那其实当然这个辞退1600比预期要少很多啦，因为他总员工，他总员工是14000啊，那个卢比奥已经说他只留294个嘛，所以理论上是其他全部要裁掉啊，然后把那个经费收到国务院，由国务卿决定要如何使用啊。我认为不会只有1600啦，应该还有啦。所以这个应该是第一梯次了，那接下来可能不会像卢比奥这样说要裁掉13000多了，那太夸张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着 CIA， 因为 CIA 他提出早退计划，那 CIA 的员工大概是22000到24000嘛，那目前接受早退的大概2000啊，那另外国防部也即将开始。我认为他可能会整体调配了，那可能要一段时间吧，因为美国现在到处都在示威了，就是相关的人都在示威啊。那至于沈伯洋接受 USAID 的赞助，这个其实也不意外啦，你说沈伯洋是 CIA， 我也不会意外啦，那赖清德知道这个状况，还把他提为男生组不分区的第1名。表示赖清德也无所谓，因为我跟你讲了，民进党的政府啊，我就跟你讲大白话了。你认为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不需要美国同意吗？当然需要啊。是啊，那国安之委呢？国安之委需不需要美国同意？都是钦点吗？是嘛？我也不一定钦点，可是名单美国要看过，你才能够公布嘛。表示你的国安的部分，军情外交。美国是完全介入的啦，所以台湾民主实验室拿美国的钱，这对民进党搞不好是一个 honor 光荣哦。当然呢，当然呢，我觉得民进党就是一面倒嘛。他现在所定的法律上是写外国嘛，他事实上只认定大陆是外国，就是境外敌对势力，所以他只针对中国大陆了，其他都不在乎了，而且其他坦白讲，别的国家对台湾也没兴趣，那日本也不敢，所以真的在做的就美国嘛，这还用说哦？美国还通过学人计划，派人要到你的重要部门看呢，监督管理。对啊，日本也是这样啊。那个上一任就杨永明的同学啦，当到国务院的驻青了，他就是参加学人计划去日本啊。那直接
就去日本的那个军方的采购单位，你敢拒绝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啦。其实沈伯洋也不用驳斥啦，因为沈 ID 在民进党得到补助是好的资历呀，搞不清楚。你去看，因为沈 ID 被人家曝光的各种单位嘛，Face 联盟也拿啦，对不对？然后那个有关那个性别文化的同志协会都拿啦。那因为我们跟美国没有邦交，所以很多是透过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转手嘛，这个资料都已经公开了啦，这也不是秘密啊。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事实查核中心也有，事实查核中心也是，还有一个单位叫反叛文化协会，连我都不知道干嘛的？他拿了一大堆钱啊。其实这些大概广义都是民进党的侧翼了，是这样。好，大使，所以美国介入各国的政局，介入之深，现在川普要把它全部拿掉吗？这些预算跟这些人，川普他不会全部啦，不过他现在就是在清洗嘛，对。不过 USAID 这个机构哈，它的真正在做什么的东西，就真相大白了，对不对？就是颠覆别外国服务美国的利益嘛，然后不择手段的，然后什么事情都做出来。那不过刚刚讲的就是沈伯洋这个 case 啊，事实上的话，法律是不能选择性的执行的。法律我们现在国安法第2条想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啊，任何人不得为外国，第一个就是外国，后面才讲大陆港澳，第一个讲外国，不能为外国所成立或者实质控制的各种机构。那 USAID 算不算外国所成立或实质控制的机关机构？算嘛，对不对？然后呢，要他们做什么？不能外界接受这些的资助啊，或者他们这个机构来主持操纵，或者发展组织。那你包括资助啊？那你今天沈伯洋接受美国这个外国成立的这个机构接受他的资助，对。你知道这要判几年？同样国安法里面，违反第2条第1之1规定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不起，这是刑法。沈伯洋要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不对？而且现在人家他连出来的解释都不一样。你拿外国政府的钱，你是替台湾做事还是替美国做事？请问一下。你设立一个台湾的机构，结果你拿美国的钱，那对社会交代一下啊。然后呢，我们的司法部出来解释一下啊。我们的检调单位，我们不主动调查呢，明确违反国家安全法第2条，而且他犯的这些罪行的话，是要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我们国家安全法，如果说碰到人就可以转弯啊，碰到这个就办，碰到那个不办，那是干嘛？那这个国安法是干嘛？是扫除政治异己的嘛，对不对？那你今天沈伯洋是民进党的这些所谓他们的天之骄子，就可以犯法，就可以不办吗？那你这个国家还有法律吗？你还叫法治国家吗？对不对？你民进党不是一定要强调要法治吗？你的法律在哪里？这条法律你反对过吗？是照你们的意思修的啊。国安法现在摆在这里，请问一下第2条。难道是形同虚设，还是碰到沈伯洋就要转弯？那以后你就不要拿国安法出来办任何人，你所有的选择性的执法就不是法治，你就把法律变成什么？变成怎么样？铲除异己的工具，保护自己恶行的什么工具？然后执法单位变成什么？都变成东厂啦。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是不是越来越沉沦啦？对不对？沈伯洋可以公然的拿外国政府的钱。还是外国政府出来的，你沈伯洋出来讲话听起来比较像一个国家没有法治，基本上就是乱源的开始。一个政府践踏法治的话，它就是一个独裁，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乱权的一个政府。就除非我们的政府觉得，哎呀，当美国的儿皇帝很引以为荣。可是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是极端危险为什么危险？美国过去富有。所以他可以成立这样的一个机构，然后给这么多的钱，
然后到他的盟国内部跟他的敌对国内部里面去发展，成立各种组织，补助各种组织，其实等于是他的间接性的一个发展的组织，这就完全符合介大使所说的国安法啊，外国势力到台湾的内部里面去发展组织。现在这个长期以来他们都在暗中给钱，我们都不会知道。现在是因为被马斯克他所裁掉以后，这个才曝光。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的债台高筑，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的美元的霸主地位跟公债的这个事实上是受到挑战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安全上是已经有点浮现出来。该怎么办就要处理了。那处理的话，就是这些太多冗员、太多浪费的钱都收掉，收掉以后才曝光。一曝光以后，发现哇，原来台湾有这么多人拿这么多的钱，而且还在发展组织。这个组织，美国在盟国的内部是做什么呢？就作为扶持一个亲美的力量，然后打击一些例如说他是为了当地的利益，但是却不符合美国人利益，就用来打击他们。我举例子。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他的主张两岸的政策，两岸大和解，其实是很符合两岸的利益，很符合台湾民众的利益。因为在那段时间来讲，两岸是最和平、最安全、最稳定，企业的投资也是做得最好、最繁荣，不管是航海、航空、货运、贸易各方面都是最繁荣。台湾的就业情况也很多，而且大陆客来到台湾也带动台湾很多的服务业，百行百业兴旺。那这样的一个发展里面就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了，因为美国人要的是两岸之间矛盾冲突可以打台湾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组织就发动的，因为美国过去在任何一个地方发动一些运动的时候，都会拿出图腾来，甚至政变，对不对？对，就是拿出图腾，例如说他在这个乌克兰发动运动的时候，就所谓的这个颜色革命，然后在香港就搞一个所谓的雨伞革命，你看在台湾也有什么花的一个运动。所以美国人的擅长 SOP 标准的都教科书的，你只要看到他拿出一个图腾的时候，那就是美国 CIA 美国的这些组织他们所策动的。例如说前段时间在上海搞一个白纸运动，你看都会有一个图腾，白纸、雨伞，然后呢什么花的然后呢在台湾那段时间就在什么时候？就在马英九时代，给马英九带来很大的困扰。我们有太阳花呀。大长花，对不对？什么花都出来了，然后就给台湾茉莉花在非洲、北非都一直不断的，因为这个就是美国 CIA 的手法，目的在哪里？破坏两岸的服务贸易协议，发展到货物贸易协议，那也就是让我们两岸之间原本的 ECFA 要开始走上去了以后，全部是戛然而止。今天我们台湾陷入困境，变成过度依赖美国，原因在哪里？就是这个组织产生作用。那我们在问，是哪一些人配合美国影响台湾的安全？所以只有美国支持的候选人才可以当选。那个沈伯洋说，他是接受开放社会基金会的钱，不是 USAID。可是马斯克调查的结果，他们就是转手给开放社会基金会，转一手，对，白手套转一下，所以他承认了。然后侯汉廷今天已经去调查局提告发。对，要不要查？还是又分颜色来查？马上就知道结果。马上回来。